笑脸杀手听到这个名字，大家都还以为是某个漫画或者电影里面的反派角色，我觉得很难把它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杀人犯扯到一起去。然而从上世纪末开始，20年间至少有300名年轻的白人男性与朋友喝酒玩了一夜之后无故失踪，最后被发现死在当地的河流里面。在这些溺水案件当中，受害者大都是大学生，他们热爱运动，很受人欢迎，而且更加可疑的是，一部分的犯罪现场都留下了神秘的笑脸涂鸦。于是坊间开始流传着笑脸杀手的传说，如果不是大英的溺水事件，那凶手也绝对不简单。帕特里克·麦克尼尔是福特兰姆学院的一名大3学生，他经常去附近的一家酒吧玩，那里几乎不会查身份证，出入自由，因此顾客也都是学生居多。失踪当晚，帕特里克在酒吧喝多了，告诉朋友自己要坐着地铁回家。有目击者称看见他在大街上走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拐了个弯之后就消失了。在他失踪1个月后，帕特里克的尸体漂浮在了布鲁克林码头附近的河面上面。起初法医将他的死因归类于未确定，由于他的血液酒精含量为 0.16， 是中毒标准 0.08 的2倍，所以警方达成共识，帕特里克是醉酒后跌到了东河，掉进去淹死了。前纽约警察局侦探凯文·甘农不相信这个结论，他是此案的侦探之一。在调查过程当中，他发现死者的尸检报告很可疑，在被扔到河里之前，帕特里克的身体很明显被绑过，还有被火烧的痕迹，而且他的尸体上有苍蝇的幼虫，已知苍蝇是不可能在寒冷的温度下产卵的。比如他失踪的那一晚，那么这些幼虫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就假设是他自己跌到河里的，那帕特里克要从第90街进入东河，也就必须要穿过罗斯福大道，这可是一条高速公路，两边都有栅栏，一个醉醺醺的人怎么可能在这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上畅通无阻呢？因此面对疑点重重，凯文暗暗发誓自己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案子，势必要找到杀害帕特里克的凶手。然而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，帕特里克的死只是个开始。这次的死者名叫汤米·布斯，失踪的那天晚上，他一直在酒吧里面庆祝朋友的生日。然而聚会结束之后，汤米就不知所踪了。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出现在酒吧的后面。于是警方在附近进行了反复排查，但都没有看到他的踪迹。2周之后，汤米的尸体就出现在酒吧后方的一条小河里面。最终当地执法部门裁定汤米的死因是溺水，但所有人的心里都有说不出来的困惑。如果失踪当晚汤米就溺水了，那为何警方搜查无果？2周之后尸体却又出现了。不过警方坚持认为是汤米自己失足掉进河里的。由于那几天气温很低，河里结了冰，所有的搜救队没有第一时间看到他的尸体。然而凯文对此表示怀疑，因为有法医证据表明汤米至少14天没有下过水，包括他的尸体经历了轻微的腐烂，但总体上处于完全僵硬的状态。这真的仅仅是一次意外吗？这一年，保罗·科楚刚从比兹堡的杜肯大学毕业，在阿勒格尼总医院担任护士。失踪那天晚上，保罗在酒吧一边喝酒一边看着晚间足球节目。根据朋友描述，保罗喝多了，回家后不小心被碎玻璃割伤了手，朋友们帮忙清理后就出去买吃的了。但是当他们回来之后，保罗已经不见了，钱包、钥匙、手机什么的也都被带走。朋友们记得最后一次和他在一起是凌晨1点半，此后再无他的踪影。10天之后，警方公布了监控录像，在凌晨2点45分，保罗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，从路的一头走到了另外一边，手里似乎还拿着一个临时绷带，随后便消失在了监控范围内。然而直到2015年的3月29日，保罗的尸体才出现，他被发现全裸着漂浮在俄亥俄河中，手上和头皮上各有一个伤口，3根肋骨骨折。经过法医检测，保罗的死因被正式裁定为不明原因的溺水。经过尸检，他的血液酒精含量为 0.15， 中毒率为 0.08。
这一天，杜肯大学的研究生达科塔·詹姆斯在宾夕法尼亚州比兹堡失踪了。23岁的他聪明外向，在学校游泳队担任队长一职。达科塔最后一次出现的是在比兹堡市中心的监控摄像头中。他和朋友们喝完酒后，低头看着手机，边走回公寓。就这样，他永远消失了。没有人知道达科塔去了哪里。警方苦苦搜查了很久，但依然没有他的下落。失踪40天之后，达科塔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俄亥俄河中。法医裁定他的死亡是意外溺水。这事发生在一名游泳队长身上，谁也无法接受。况且达科塔酒量也不差，当天晚上他也没有醉到哪里去。更奇怪的是，达科塔的尸体几乎没有腐败，如果当晚就溺水而死，这又有点说不通了。然而比起这些，警方还注意到了在尸体附近有一张笑脸的涂鸦。这么多年来，凯文始终没有放弃这些案子，因为他意识到，除了达科塔·詹姆斯在作案现场发现笑脸的涂鸦，在这么多年来的许许多多的案件当中，附近总能发现类似于同样的笑脸。于是他们猜想，这些案件虽然时隔了这么多年，但是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或者组织所为，所以就暂且称这些人或者组织为笑脸杀手。他带着调查小组从一个城市赶到另外一个城市，逐渐搜寻笑脸杀手的踪迹。他怀疑这些人或者组织会跟踪、绑架，并最终杀死年轻的大学生。由于在大多数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附近都有笑脸涂鸦，他们以年轻健壮的白人男性、大学生为目标，趁受害者喝酒后下手。通常他们会把受害者关押一段时间，然后将尸体倾倒在附近的水域里面，最后在死亡的地点留下涂鸦的笑脸。而且不排除一种可能，笑脸杀手会在酒吧等地方挑选目标受害者，给他们下药。在达科塔去世后，凯文一直试图将他的死因改为他杀，因为达科塔的尸检报告非常可疑。起初，当地警方拒绝了凯文查看该案件档案的请求，后来才同意。随后，凯文一行调查人员拿到了尸检报告和照片，发现达科塔的颈部有可疑的痕迹，这是所有书面尸检报告当中没有提到的，是没有人注意到还是故意遗漏的呢？于是，凯文向法医病理学家咨询，试图搞清楚达科塔颈部伤口的原因。果然，病理学家总结后说道，这些痕迹符合了脖子上绑扎的情况，他很有可能是被勒死的。病理学家还注意到，达科塔左右手的第4和第5个手指的甲床颜色明显不同，这很有可能是他试图扯开脖子上的绑扎线导致的。为此，达科塔的父母始终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是溺水身亡的，所以不管是不是笑脸杀手所为，他们一直坚信儿子100%是死于他人之手。自1997年以来，美国各地发现了数百起意外溺水事件。上述这些案例多多少少都发现了一些潜在的他杀证据。如果凯文坚持的笑脸杀手团伙确实存在，那最关键的是，他们的谋杀动机是什么呢？一种解释是出于嫉妒。从形形色色的案件来看，受害者都很健壮、聪明、受人欢迎，凶手可能是对这类群体怀恨在心。这么看来，这对于凶手的要求也很高，他们必须熟悉当地的社交环境。这得是一个怎样的庞大组织呢？还有一种解释则是随机杀人，这个组织没有别的动机，单纯是为了杀人而杀人，这就让人不寒而栗了。如果真的有这种组织，那岂不是相当危险的存在？不过归根结底，杀人动机并不明确，而且这些案件之间的联系就是有类似的受害群体以及笑脸涂鸦。一部分人认为这只是巧合，因为说实话，笑脸涂鸦随处可见。如果让你现在立马画个东西，恐怕有很多人都会随手画个笑脸。如果硬要说是杀手留下的标志，那恐怕还要再明确一些，比如统一颜色、统一大小。那么这么多溺水事件该如何解释呢？其实当地的执法部门和 FBI 是不承认笑脸杀手的这个说法的，但是由于这些案件迅速结案，案件本身存在的许多疑点仍然一知半解，不禁让人浮想联翩。要我说的话，这些都是一系列非常相似但不相关的案件。由于这些案件当中使用的谋杀方法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证据，警方试图快速结案，直接将他们归为意外溺水。如果排除掉年轻、白人、大学生这些关键词，恐怕不明不白的就被定为意外溺水的案件数量还会猛增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网上看到自称是达科塔的侄子发声。事发之后，他们家里闹得天翻地覆，
达格塔不可能有自杀倾向，但是警方总是拒绝以任何方式提供帮助。直到今天，他们一家仍然相信达克塔是被谋杀的。所以在这些死亡的案例当中，有一部分是意外，还有一部分则是他杀。可悲的是，即使有这么多的疑点，有这么多无法解释的地方，也永远不会有任何执法部门会承认他们工作上的失误。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坏人依然逍遥法外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们对于笑脸杀手理论有什么说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你们喜欢我做的内容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加关注。我是正正，那咱们下期再见。